妻子仗着自己主任的身份，竟逼我让出主刀位置，交由他的白月光来做，并说他是出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，更需要这次机会。就连院长都站在他这边，任凭我如何解释。在他们看来，只需按部就班的执行，就是个新手也能做好这台手术。殊不知，躺在手术室里的乃是本市首富，稍有不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虽然推理时我已经把所有风险都预测了一遍，可对于没有大型手术经验的钟文来说，稍有不慎便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失。然而妻子却对钟文信心满满，气愤的我脱下白大褂怒摔：行，这手术老子不做了，我倒要看看你钟文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而就在几分钟以前，我刚要准备去手术室，却被妻子叫住。凌晨，这场手术让钟文来做。这句话是在手术室外说的，不是商量，也不是征询，是命令。他穿着主任的白大褂，胸口别着职称牌，语气冷静又干脆，像是在宣布一项早就定好的安排。他身后站着钟文，刚回国不久的心外科医生，履历光鲜，媒体宠儿，也是他心里放了很多年的那个人。他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目光要越过我，看向那扇紧闭的手术室门，仿佛那里面已经写好了他的名字。我没有立刻开口，因为躺在那扇门里的不是普通病人，是龙明亮，全国排得上号的首富，商业版图横跨多个领域。这次突发主动脉夹层，情况复杂到任何一步判断都容不得偏差。这种手术不是拿来练手的。为什么？妻子皱了下眉，像是不太习惯我在这种场合反问她。凌晨，你别这个态度，这是院里综合考虑后的决定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说这话的时候看向了走廊的尽头，那里站着院长，还有几个科室负责人，他们显然已经聊过一轮。钟文刚回国，需要一个能立住脚的机会，你经验多，以后机会多的是，就是一台手术，对你来说少这一台也没什么影响。我笑了一下，笑意很浅，连我自己都没察觉。少一台确实不影响履历，可多一个人上错手术台，影响的是一条命。风险评估是我做的，手术方案也是我定的。妻子终于看向我，眼神有些不耐烦。你不是还在吗？万一有情况再让你进。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他语气自然的像是在安排一台普通的阑尾手术。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他们不是没想过风险，他们只是觉得这个风险可以接受，前提是成功的名字不是我。钟文这时候终于开口：凌晨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你放心，我会按方案来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调温和，姿态谦逊，像是在给我一个台阶，可他的眼睛里有掩不住的渴望，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，我太熟悉了。那不是对病人的责任感，是对结果的执念。这不是讨论，而是通知。走廊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我看着妻子，她的表情僵了一下，下一秒她语气变得强硬：凌晨，你别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里，为了医院，为了整体考虑，你就不能大度吗？这句话像一把钝刀，不锋利，却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我在这家医院待了10年，从住院医师做到外科主刀，几乎所有高难度病例都是我顶在最前面。我不抢功，也不爱出风头，我只在意一件事，该不该我上。而现在他们告诉我，该不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站在聚光灯下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白大褂，这件衣服陪我熬过无数个通宵，也沾过血，它不轻。我抬手解开扣子，动作不快，却很清楚。你干什么？我没有回答，白大褂从肩上滑下来，被我攥在手里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摔在地上，布料砸在地砖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行，你们牛，这手术老子不做了。空气像是被抽空了一样，没人说话。妻子的脸色彻底沉下来。凌晨，你会后悔。我看着她，这个和我结婚7年的女人，此刻站在我对面，眼神陌生。我忽然觉得有些东西早就不在了，只是我今天才看清。我转身离开，走出没几步，身后传来手术室里监护仪的声音，原本规律的滴答声忽然乱了一拍。我离开手术区后没有走远，医院的走廊很长，灯光白得有情绪，地面被拖得发亮，像一面面冷硬的镜子。护士推着药车从我身边经过，看了我一眼，又迅速低下头。他认识我，这家医院里几乎没人不认识我，只是今天我像个不该出现的人。不到10分钟，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不是手术通知，是人事科的短信，内容很短，让我回办公室休息，
等待进一步安排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2秒，删掉了。这不是临时决定，从我把白大褂摔在地上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被彻底排除在外了。不只是手术台，包括所有相关流程。我回到办公室，把门关上，桌上还摊着我昨晚整理的病历资料，腋角压着一支笔，那是为龙明良准备的。我没有收起来，因为我知道很快就会有人需要这些东西，只是那个人不会是我。手术开始的时间比原定提前了20分钟，这是个信号，他们不想再给任何变数留空间。我从窗户看出去，能看到手术楼入口处多了几个人，院长在，医务处的人也在。我的妻子站在中间，正在低声交代什么，她的侧脸线条绷得很紧，她没有回头看我所在的方向，像是刻意忽略。我没有再下楼，不是赌气，是因为我很清楚，现在任何多余的出现都会被定义成干扰。手术灯亮起的时候，我刚把手机调成静音，屏幕上跳出一条消息，是中文的：凌晨，等我出来跟你聊。我没有回，聊天窗口很快按下去。手术正式开始后，医院里反而安静了下来，走廊里的人少了，脚步声被刻意放轻，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结果，而我是那个不被计算在内的人。大概1个小时后，我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，不是让我参与，是让我确认一个事实。林医生，你今天不在手术名单里，对吗？对。那请你在办公室待命，不要随意走动。他们在留证，留一条清晰的界限，证明这台手术与我无关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了一会儿眼，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回放手术流程。这是我的习惯，哪怕不在台上，思路也不会停。我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中文的手术顺序提前了一个关键步骤，如果按照它现在的节奏推进，后面的风险会被放大。这是个很细微的点，不在教科书里，只有做过足够多类似病例的人才会下意识避开。我睁开眼，看向墙上的钟。如果顺利，问题暂时不会暴露，但一旦出现波动，留给他们调整的时间会非常短。我拿起手机，又放下。这个时候提醒没有任何意义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已经站错了位置。晚上10点半，手术室外传来一阵短暂的骚动，不是大规模的，只是几个人来回走动，步伐明显快了。我起身，走到门口，隔着玻璃，我看到一名护士急匆匆地往器械室方向跑，她的脸色很白。院长也出现了，他站在走廊中段，低头听人汇报，眉头紧缩。我站在原地，没有出去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一露面就会被挡回来。果然，几分钟后，有人敲了我的门，不是请我，是确认。林医生，你现在在办公室吗？在。请你不要离开。语气比之前更严肃。我点了点头。门关上后，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。这种安静让人很难忽略时间的流逝。我看着那支压在病历上的笔，指尖微微发紧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手术室的灯依旧亮着，按正常进度，这个时间点本该进入收尾，可现在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。我意识到他们遇到麻烦了，真正的那种，不是流程上的拖延，而是判断事物带来的连锁反应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从这个角度看不到手术室内部，只能看到进进出出的医护人员，他们的动作开始变得凌乱，有人低声说话，有人来回张望。我看到妻子从走廊另一头快步走来，她的脚步比平时快，肩背却绷得很直。她在门口停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周围，她没有看向我这里，仿佛这层楼上根本没有我这个人。几分钟后，中文的助理医生匆匆出来，额头上全是汗。他和院长说了几句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院长的脸色明显变了。我站在窗边一动不动。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。真正危险的时刻，从来不是尖叫和混乱，而是所有人突然开始小声说话的时候。那意味着问题已经超出了预期。那声提示音之后，走廊里的空气明显变了，不是混乱，而是一种突然被压低的紧绷。护士站那边有人站了起来，又很快坐下，手指不自觉地敲着桌面。院长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他的视线死死盯着手术室上方那盏灯，像是在等一个信号。我站在门口，没有再往前，但我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拉了过去。几分钟后，手术室的门开了一条缝，一名护士探出头来，脸色发白。血压掉得太快了。声音不大，却足够让站在门口的人都听清。什么情况？刚才止血点反应不好，现在出血控制不住。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他明显在克制，不是慌乱，是恐惧。这种恐惧我很熟悉，那是意识到问题已经超过预案时才会有的反应。院长没有再问，他转头看了一眼走廊，
目光扫过几个人，最后停住，停在我这边。那一瞬间，他像是想开口，我已经往前走了一步，但还没等我走到他面前，一道身影横在了我们中间，是妻子。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。现在不合适。不是对我，是对院长。院长的眉头拧了一下，他最清楚情况。现在进去只会更乱。钟文还在台上。他这句话说得很直接，潜台词很清楚，这台手术只能由钟文结束。院长沉默了2秒，最终什么都没说。他转身回到原位，我站在原地，没有再往前。不是被他拦住的，而是我看明白了。在这一刻，专业判断已经不再是唯一标准，他们更在意的是谁站在台上。手术室的门再次关上，灯依旧亮着，走廊里的人明显多了起来。医务处的人来了，器械室的门被反复打开，一箱箱耗材被推过去，这些都是不该在这个阶段大量使用的东西，说明里面的情况并不理想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比正常结束时间晚了将近1个小时。这不是技术细节的问题，是方向错了。我站在墙边，背靠着冰凉的瓷砖，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可能出现的情况，每一种都不乐观。如果继续按现在的方式推进，最坏的结果很可能不可逆。又过了10几分钟，手术室内忽然传来连续的提示音，频率明显加快。那不是一次，而是一连串。走廊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气，护士站那边电话开始响，没人说话，但每个人的表情都在迅速变化。我看到一名年轻医生攥紧了拳头，又很快松开。他在害怕，害怕自己看到的东西。手术室的门再次被推开，这一次出来的是钟文的助理，他的手套上还沾着血，额头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滴。需要更多血源，情况不太好。院长立刻点头，让人去协调。妻子站在一旁，脸色已经不太自然，她的视线在走廊中扫了一圈，最后还是落在我身上。那一眼很短，却很复杂。我没有避开，也没有迎上去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很快移开视线。那一刻，我知道他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，只是他还在等，等一个能把一切拉回来的结果，哪怕概率很低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每1分钟都像被拉长。手术室里的灯亮得让人眼睛发酸。我听见有人低声讨论，声音很小，却逃不过耳朵。血压拉不上来，心率开始不规律了，出血点找不到。这些词单独听都不致命，放在一起却足够让人心里发沉。又一次提示音响起，这一次比之前更刺耳，几乎是连续的。走廊里终于有人忍不住动了，一名护士快步跑向器械室，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。院长的脸色已经彻底沉了下来，他站在原地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指节发白。妻子的肩背绷得很紧，他站得很直，却已经没有刚开始那种从容。就在这时，手术室的门被猛地推开，不是一条缝，是整个打开。一名护士几乎是冲出来，心脏停了！这一声像是直接砸在地面上，走廊里瞬间安静，所有声音都被压了下去。院长猛地抬头，妻子的脸色瞬间苍白。我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不是反应慢，而是我很清楚，这一刻已经不需要我了。抢救开始，推车进进出出，电击设备被推到门口，提示音变得急促，又忽然拉成一条直线。那条线我见过太多次，每一次都意味着一个结果。抢救持续了很久，久到走廊里的灯被重新打开了一次，久到有人坐下又站起。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做了多少次尝试，只知道时间在一点点流失，而那条线没有再跳回来。终于，手术室的门再次打开，这一次没有人跑出来。钟文走在最前面，他的手套已经摘掉，双手垂在身侧，指尖还在轻微发抖。他的脸色很白，白得不像一个刚从高强度手术中出来的人，更像一个突然被偷空了力气的人。院长走过去，低声问了一句。钟文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张了张嘴，喉结上下动了一下。时间记录一下。院长闭了闭眼，没有再问。几秒后，手术室内传来正式的宣告：龙命令，抢救无效。这一句话没有被放大，却像一块重物压在每个人心上。走廊里一片死寂，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动，仿佛连呼吸都被按住了。就在这时，电梯方向传来急促脚步声，声音很重很乱。龙家豪冲了出来。我爸呢？没有人立刻回答，
他扫了一圈，目光落在手术室门口，那盏灯已经灭了。那一刻，他像是明白了什么。人呢？声音在走廊里回荡，带着压不住的怒意。没有人敢接话。他一步步走向手术室门口，脚步很重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地面上。谁做的手术？声音更高了。这一次，院长开口了，但还没等他说完，龙家豪已经转过头，他的视线扫过所有人，最后停在钟文身上。你，钟文的喉咙动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龙家豪的怒吼已经砸在了整层楼里。龙家豪的怒吼还在走廊里回荡，人已经被几个人拦住了，但那股情绪没有被拦下来。他站在手术室门口，胸口起伏很大，眼睛死死盯着里。刚才还说能救，现在一句没了就结束了。这种时候，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。院长走过去，想说什么，话还没出口，龙家豪已经抬手指向钟文。他是谁？钟文站在一旁，脸色依旧发白。他没有往前走，也没有后退，像是被定在了原地。主刀医生，这一句话像是给了龙家豪一个明确的目标。他转过身，目光变得锋利，看着所有人。我爸的情况你们不是说成功率很高吗？现在人没了，跟我说这是风险。走廊里没有人接话，妻子站在院长身侧，嘴唇抿得很紧。龙家豪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。妈，爸走了，你赶紧过来吧。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，他只回了一句不是意外。这3个字说得很慢，却很重。不到半个小时，琳琳到了。她和龙家豪不一样，没有失控，也没有大声质问。站在手术室门口的时候，他只是看了一眼那扇门。琳琳看向院长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完整的手术记录我要。院长点头。参与人员名单、术前评估报告，我会让人准备。琳琳的目光在走廊里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她走了过来，步子不快，却很清楚。琳琳看向我问道：你是凌晨，你没上手术台吗？是。她看着我停了2秒。为什么？这个问题一出来，周围的人都安静了。妻子的身体明显绷紧了一下。我没有看她。不是我负责。这句话没有多余解释。琳琳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追问。她转身对院长说：我需要一个独立调查，在结果出来之前，所有相关人员不得离岗。院长的脸色变了，这已经不是普通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了，但他没有反驳。可以。琳琳没有再说什么，她走到手术室门口，看了一眼时间记录。你在外面等我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医院的节奏完全变了，不是忙，而是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原本该下班的人留了下来，该继续工作的科室也被要求配合调查。手术记录开始被封存，监控权限被调取，医务处度的人来回走动，神情紧绷。钟文被叫去单独谈话，他走的时候脚步有些乱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的背影微微塌了一下。妻子没有走，他站在走廊尽头，和院长低声说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他的表情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笃定。大概1个小时后，我被叫了过去，不是私下，是在会议室，里面坐着3个人，医务处负责人、院方负责人，还有一名不认识的中年男人。桌上摆着文件夹。林医生，我们需要你配合询问。我点头。你是否参与了龙明亮的术前评估？是。是否参与最终手术方案制定？是。你是否被安排为本次手术的主刀医生？原计划是。那为何最终未上台？手术前被告知由他人主刀。谁？钟文。会议室里安静了2秒，记录人员的笔停了一下。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？我没有立刻回答，不是犹豫，而是确认表达方式。院方协调。具体到个人，江小琪。这个名字落下的时候，空气明显变了一下。没有人打断我。你是否提出过异议？是。是否被采纳？否。询问持续了不短的时间，问题很具体，但我只回答一件事：事实，不评价判断，不推测动机，也不替任何人解释。谢谢配合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站起身，推开门。走廊里比之前更安静，像是所有声音都被吸走了。妻子站在窗边，她听到动静，转过身。他们问你什么了？该问的。你就不能说点别的？我没有接话。凌晨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我停下脚步，第一次正眼看他。这不是赌气。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当天，调查组正式进驻医院，他们带着文件和设备接管了相关资料。那一刻，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，这件事已经不可能被简单定义成意外了。调查组进驻后的第1天，医院表面恢复了运转，手术照常排，门诊照常开，只是所有人的说话声都低了一截。龙明亮的病历被单独封存，权限层级被提到最高，任何调阅都要留下记录。我没有再被叫去询问，但我很清楚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真正的东西还在被一点点拆开。第3天上午，调查组要求心外科集体配合说明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。钟文坐在靠右的位置，背挺得很直，
他面前的水杯一口没动。调查人员没有绕弯，直接把手术流程投在屏幕上，从术前评估开始，一条一条过，每一个时间点都被标了出来。这里止血顺序提前了，这是你当时的判断。为什么？出血点反应异常，需要先处理。但根据记录，这个判断与术前方案不一致，而方案的制定人并非你。会议室里很安静，所有人都在看中文。他喉结动了动。当时情况紧急。调查人员点了点头。那我们再看后面的记录。屏幕上的曲线被放大，血压变化被标得很清楚。这里开始变动，这里尝试调整，这里连续失败。你在这个阶段是否考虑更换策略？中文沉默了几秒。时间不允许。这句话说完，他自己都愣了一下，因为下一秒，调查人员已经翻出了另一份资料，是我最初提交的预案。这份方案里对这种情况有备用路径，你是否知情？知情。那为何未采用？会议室里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停顿。中文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看了一眼坐在前排的主任，他没有回头。我们再来看签字，屏幕切换，几份关键文件被放大，手术确认书、风险告知书、最终主刀确认页，每一页下方都有签名，中文的，还有我妻子的。调查员追问道：主任在这几份文件中的角色是审批，是否属实？妻子点点头。你是否知晓这台手术的复杂程度？知晓。是否清楚主刀医生的实际主刀经验？清楚。那为何仍然批准更换主刀？这一次，他没有即刻回答。会议室里的气氛明显变了，有人开始低头，有人翻看手里的资料。调查人员没有催，只是等。这是综合考虑后的决定。综合考虑什么？他抿了下嘴。医院发展。这4个字说出口的时候声音很轻，却在会议室里显得格外突兀。调查人员没有评价，只是继续记录。接下来被点到的是院长，关于流程把关，关于最终确认，关于是否存在越权操作。院长的回答很谨慎，没有明显漏洞，但也没有回避事实。整个上午，会议室像是在被一层层剥开，没有激烈争吵，只有不断被摊开的细节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走廊里开始有人低声议论，不是关于结果，而是关于站位，谁该被划清界限，谁已经被默认放弃。下午，调查组单独调取了监控，不是手术室内部，而是术前走廊。我被叫去确认时间点，画面里很清楚，我被妻子拦下，院长站在一旁，中文在后，整个过程没有争执，却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事实：我被排除是提前发生的，而不是临时变更。你是否被要求参与后续抢救？否。是否主动提出过进入手术室？未被允许。这些话被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。当天下午，中文被再次叫去，这一次时间很长。他出来的时候，脸色已经不是发白，而是发灰。走廊里有人看见他，立刻避开。那种避开不是礼貌，是切割。医院的反应也很快，内部开始调整人员安排。中文的排班被暂时取消，妻子的签字权限被收回一部分。院长不再出现在公开场合，所有动作都没有公告，但方向很清楚，他们在止损。第3天，玲玲再次出现，她没有进会议室，而是直接去了行政楼。半个小时后，律师团队进场，没有喧哗，没有媒体，只是一份份文件被正式递交。我是在医务处的通知里知道这件事的，内容很简短。龙明亮家属已正式提起诉讼，没有写对象，但所有人都明白，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，而是一条完整的责任链。那天下班的时候，我经过大厅，看到中文坐在角落，他低着头看着地面，手机放在一旁，屏幕亮着。他没有碰，我从他身边走过，没有停，也没有回头，因为这已经不是个人恩怨，而是所有证据都已经摆在台面上了。诉讼提起后的第2天，医院的气氛明显变了，不是紧张，是回避。走廊里遇到熟人，对方会下意识放慢脚步，点个头，却不多说一句，像是怕多说一句就会被牵连进去。我照常上班，手术排班暂时被调空，只留下门诊和会诊，这是医院给我的保护性安排。我没有拒绝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变化不会发生在明面上。果然，第3天傍晚，我刚下班，电话就响了，是妻子。我看着屏幕亮了一会儿，才接起来。你现在在哪儿？语气比以前低了很多。下班路上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能不能找个地方聊聊？我没有立刻回答。就我们2个。我报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咖啡厅，不远也不私密。他到得很快，比我早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背对着门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他正在翻看手机，看到我，他立刻放下。坐。我坐下，没有点东西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先开了口。调查那边
进展得很快。我知道。现在很多事情已经不在医院能控制的范围内了。我看着他，没有接话。凌晨，你是最清楚情况的人。这句话说得很小心，像是在试探。你如果愿意出面说几句客观的话，事情也许不会走得这么僵。我笑了一下，不是嘲讽，只是觉得这句话很熟悉。你想让我说什么？他张了张嘴，停了一下，他在想该怎么开口。比如，这是一次复杂手术中的判断失误；比如，当时的选择是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做出的；比如，没有人故意要出事。很慢，每一句都在给自己留余地。我等他说完才开口。这些话和事实有出入。他的脸色变了一下。那你就不能换个说法？换了就不是真实记录。他的手停在了桌面上，指尖有些发白。你一定要这么绝？我看着他，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坐在我对面的人。他依旧打扮得体，头发整齐，妆容精致，只是眼底多了一点我以前没见过的东西。焦虑。不是我在走极端，是事已经走到这一步了。他沉默一会儿，低声说道：中文那边情况很不好。我没有回应。他的职业资格很可能会被暂停，以后再想回临床很难。他抬起头看着我。你就不能说一句话？我放在桌上的手慢慢收紧。他来找过你了？他点头。昨天晚上。我点了点头。那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态度。你们以前也是同事，现在事情闹成这样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他的声音有些急了。我站起身，没有再坐下去的必要了。江主任，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，有些路走了就回不了头了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我转身离开。凌晨，你会后悔的。这句话我听过不止一次，但这一次我没有停，因为我很清楚他真正想说的不是这个。当晚我回到住处不久，又有人敲门，门外站着钟文。他没穿白大褂，一身便装，整个人看起来比在医院里矮了一截。能进去吗？我侧开身让他进来。屋子里很安静，他站了一会儿才坐下。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我没有接话。那台手术我真的以为能做好。他的声音有些干。我只是想证明一次。证明什么？他愣了一下，没有立刻回答。证明我不比你差。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他自己都愣住了，空气里静了一瞬。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做什么？他抬头看我，眼睛里有血丝。只要你愿意说一句话，说那天的决定不是完全错误，说我不是乱来。我看着他很久。你知道那台手术的问题出在哪儿？他没有否认。你也知道，如果不是你主刀，结果可能不一样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没有出声。那你现在来找我，是想让我帮你改写这一段？他低下头。我只是不想什么都没有。这句话很轻，却让我彻底明白了一件事。他到现在想的还是自己，不是那条命。我帮不了你，不是不想，是不能。他坐在那里没有动。我等了一会儿。请吧。他这才站起来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。如果那天是你上台。这句话没有说完，我打断了他。没有如果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屋子里重新安静下来。第二天医院内部通报更新，起诉名单正式公布，名字很多，不只是中文，也不只是妻子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我站在公告栏前看了一眼，然后转身离开，因为这场风暴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。起诉名单公布后的第3天，处理结果开始陆续下发，不是一次性，而是一条条，像钝刀切肉。先是中文，他的职业资格被暂停调查，不是暂时调整岗位，是被明确要求停止一切临床相关工作。通知下来的那天，我正好在门诊，护士把文件递给我，让我签字确认。我扫了一眼，名字很清楚，中文，后面跟着一串条款，没有模糊空间。我签完字，把文件递回去。整个过程没有人说话，中文没有再出现在医院。有人说他来过一次，被拦在行政楼外，没人知道他具体去了哪里，但所有人都清楚，他想回到手术台的可能性已经被彻底切断了。紧接着是妻子，她被撤去了主任职务，不是暂代，是正式撤销。文件上写得很清楚，在龙明亮手术事件中存在严重管理失当与审批责任，他原本负责的科室被拆分重组，他的办公室被重新分配。那天我经过行政楼，看到有人在搬东西，纸箱堆在走廊里，里面装着他用过的资料和书，封口没有封好，一本病历集露出一角。我没有停下脚步。院长的处理结果是最后出来的，比前2个人慢，但力度更重。他被免职，不再担任任何行政岗位。通报里没有情绪化的字眼，只是逐条列出他在流程把控中的失职。那份通报被贴在公告栏上，来往的人很多，却没人议论，因为这已经不是八卦，是警示。医院很快召开了全体会议，不是动员，是交代。新的管理班子上任，新的流程被强调，每一个步骤都被反复提及。会议很长，但内容很简单，责任不再被模糊处理。会后，我被叫到人事处。你恢复主刀。我点头，没有多问。
这是我该站的位置。另一边，龙家的态度始终明确，不接受任何私下沟通，不调解，不和解。律师函一封接一封，所有流程全部走明面，这让很多人开始慌。有些曾经站过边的人开始试图抽身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该承担的一样不会少。妻子是在1周后来找我的，不是电话，是直接到我办公室。他敲门的时候很轻，我让他进来，他站在门口没有坐，整个人看起来你满意像是被抽走了力气。中文被封了，主任的位置也没了，院长也下台了。他笑了一下，笑得很勉强。现在所有人都说这是必然结果。我合上手里的文件。你来是想说什么？他往前走了一步。你明明可以阻止，你明明什么都清楚。他的声音开始发紧，可你却什么都没做。这句话他说得很重，像是压在心里很久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距离不远。确定我什么都没做？他愣了一下。术前评估是我做的，风险我写得很清楚，手术方案也是我定的，你看过签过。那天在手术室外，我提出异议，你拦住了我。他的呼吸明显乱了一拍，可你后来我打断了他。后来我被排除在所有流程之外，连进手术区的资格都没有。他张了张嘴，没有声音。你现在来怪我冷血，那你当初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？他的眼眶忽然红了。你就不能为我想一次吗？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已经开始发抖。我看着他，这个和我共同生活了7年的人，这个在工作中从不示弱的人，现在站在我面前，像是突然失去了支撑。我想过，所以我没有上那台手术。他怔住了。如果我上了台，今天站在名单里的很可能也有我。他的肩膀明显塌了下来，像是终于意识到他一直忽略的那一点。医生不是用来替错误买单的。这句话说完之后，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他站在那里很久，一句话都没再说，轻到几乎听不见。但那一刻，我知道，他终于明白了，有些东西一旦选择了方向，就不可能再回头。判决结果出来那天，医院没有任何额外反应，没有通报，只是在内部系统里多了一条更新记录。事情走到该走的地方，没有意外。龙家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清楚，不接受私下接触，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，所有流程全部走完。律师团队按部就班，该出示的证据一样不少，该承担的责任也没有被拆分。判决生效后，林林只来过医院1次，不是找人，只是来取一份最终存档的医疗资料。他在行政楼门口遇到我，停下脚步。谢谢你那天如实作证。这是医生该做的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件事在他那里已经翻篇了。医院随后进行了人事调整，新的主任上任，新的管理制度推行，很多原本模糊的流程被重新写进规范，不再给任何人留下解释空间。我收到恢复主刀资格的正式通知，是在一个普通的早上，邮件内容很短，排班表附在后面。我看了一眼，第一台是一例高难度心脏手术，时间排得很紧。我回复确认，像往常一样。重新走进手术区那天，我穿上白大褂，衣服还是那一件，洗得很干净，没有任何仪式感。麻醉医生走过来，低声跟我确认方案。所有人都像是在刻意保持平常，可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不是敬畏，是信任。手术开始前，我站在洗手池前，水流冲过指尖，消毒液的味道熟悉又真实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很清楚，我回到这里不是因为结果对我有利，而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位置。手术很顺利，每一个步骤都在预期之内。当我缝合最后一针，时间刚好，病人的生命体征平稳。我摘下手套，走出手术室，走廊的灯依旧很亮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几天后，我在门诊遇到一个老病人，他坐在诊室里看了我很久。医生，那天你是不是也在医院？我点头，幸好你没上那台手术。这句话说得很随意，像是在聊天。我没有接，只是低头看检查报告。他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。诊室里恢复安静，这种安静让人舒服。关于妻子，我没有再见过她。她办理了离职手续，走得很快，没有告别，没有解释，像是突然从这家医院里消失。后来有人提起说她去了外地，做什么没有人清楚，我也没有打听。有些关系走到尽头，不需要再回头确认。中文的消息我是从行业通告里看到的，很短的一条，暂停执业，后续处理另行通知。我看完关掉页面，没有任何情绪变动，不是冷漠，而是这条路他自己选过。事情真正结束是在一个雨天。我下班走出医院，看到门口的地面被雨水打湿，反光很亮。我站了一会儿，才撑伞离开。雨声落在伞面上，很密，却不吵。
走到路口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眼医院的大楼，灯还亮着，里面有无数台手术正在进行，每一台都是一次选择。有些白大褂穿上是责任，脱下是底线。